好，大家好，今天呢，咱们继续聊一聊关于围棋书，也算是我一个有感而发吧。首先咱们先说说围棋天地吧。这个围棋天地呀，我最早是1988年，那是我还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呢，在这个邮政局啊，买了第一本围棋天地，那个是封面呢，我印象很深。1988年的时候，封面是钱一平，拿这个十强赛冠军的时候一张照片。那它里面的印刷呢，质量啊，那真是感觉很令人惊讶。因为那个时候我买的多数的书还都是蜀绒倒印人家的书，那都是像是类似铅印。铅印的话呢，它那个效果啊很清晰，但是吧，它那个都是那个棋盘都不是很直，都是歪一个格似的那种感觉。虽然我觉得也挺好看的，但是那一看这微天地那个排版那印刷是吧，那就没法比了。不过那个内容上来说，微天地我是看不懂的。后来有说法就是你得到1、3以上才能看懂。不过那个棋谱啊，我印象挺深的。当时就是，前面的中国的这个比赛啊，我看是索然无味。但是呢，后面有一盘棋是加藤对武宫正树，实弹战一盘棋，俩人下了个9连星。哎呦，我一看真是回味无穷，到现在还有印象。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围棋天地。那么后来呢，就是说，到了90年代啊，这个还有一个上海出的叫这个新民围棋。我呢多数时间呢我是买那个，我很少买围天地。当时，也并不是单纯因为它价格问题，我是觉着吧，它这个书有点怎么说呢，曲高和寡吧，就是这个评论呢始终不是很对我的胃口。它那个评棋，而相反呢，新民围棋呢，我觉得他那个讲棋啊还好一些。尤其请那个棋手，这个很关键。他有时候好像每一期他都有一期这个，其实围天地也是有的啊，就是每一期呢他都有一个翻译的啊，那个翻译的我觉得都很精彩，都是那个请的这个棋手本人来讲他这盘棋，我觉得那个是我很喜欢看的。现在呢，慢慢回忆起来啊，围棋天地之所以我不喜欢的原因，就是在于他请这个棋手很糟糕啊，很糟糕。如果是一线棋手，那还好一些。你比如说当时解说的话，如果你是请的刘晓光啊，包括老聂呀，那一线棋手啊，那个你解说没得说。可是你动不动啊弄个那个2、3线，我就很反感。那这是以前的了，那还好一点。那是水平不够嘛，咱也不好随便滥评。但是随着后来呢，我这个棋艺啊，不是棋，这个就是新民围棋啊，逐渐就淡出历史舞台了。具体原因咱也不懂它为啥，是吧？然后呢就变成什么了呢？就是一家独大了，我就觉得这不好。其实新民围棋啊，当时有一个连载叫叫什么来着？那是曹云轩的一个专题节目，非常精彩，叫《围棋正道是沧桑》啊，印象中好像叫这个名字，非常精彩。那这很遗憾，新民围棋说没就没啊。完了以后呢，就是变成了这个什么一家独大了，一家独大这更完了，这围棋天地这更完了。那个尤其当那个谁呢，就是这个马小春啊，这个你看那封面，他们就恶意的恶搞马小春，我就是恶意啊，这是我自己看法。为什么就是刘思明？这个刘思明跟马小春不对付，总编辑嘛。你说当时90年代啊，能独当一面只有马小春，结果他那封面故意就丑化他，而且马小春后来也很少在围天地发表评论。所以那你说当时作为顶尖的数1数2的就是马小春了，那他都不做棋评。当然那时候还没觉得
察觉这些东西的。只是后来了，后来呢，就是随着以后啊，我也偶尔是买1本2本的看，到了这个10多年以后了，因为我这有个没收，我有10多年的空档期，10多年前我这个水平呢，就是实际上已经是，也就是接近业务了，甚至已经到了业务了，但是没有任何变化，这10多年业务没有在磨起。那这个10多年之后呢，这个开始呢，就是买一些过期的，过期的。就是在这个10多年前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就股利崛起那段时间，哎呀，我觉得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它还是不错的。那个时候就是大概2007年左右，那个时候就股利崛起，那个文章啊，那个内容啊，我觉得焕然一新啊，感觉好像微天地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可是呢，17年了，10年后，17年的时候再来看微天地啊，又完了，这个变成了，07年时候觉得挺好啊，挺好，那个文章不错，而且那个分析的，我记得还有一期是什么呢？他弄了一个就像那个战力值分析似的，就是各个棋手他都给一个战力值，看了挺好。然后那个股利的评棋的内容也很精彩。那10年之后呢，17年开始我再来看，头多大？那全成了张道勇一家独大了，都是他一个人的文章了，只有他能采访到1线棋手，其余的都是2、3线，没法看，没法看。张大勇的那个棋评呢，你也没法看，除了变化图，那必须得看，因为变化图那是职业顶尖写的，除此之外，那文字你看不进去，简直就是让你看的云山雾罩啊。后来呢？因为我没说吧，我只买这些就是过期，为啥买过期？因为我觉得不值，它根本不值15块钱，它也就值个5块钱、4块5块钱，4块5一本。今年呢，我本来打算呢还想买，可是我一寻思，我看着我真闹挺，他这个书我看我都头大。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可能很多的棋友啊，觉得就上了段了，都觉得看微天地吧，微天地毕竟权威啊，那我不建议你看，我不建议你看，为什么？我看都头大，我相信呢，你看着也会头大，因为他第一不是1线棋手来写，就算是1线棋手，也只是口述，然后呢再加工，那个东西看着真是不舒服，所以那。我都买了很多年了，从17年开始吧，到20年，我又买3年多，将近4年啊。我都就是说都是过期的，但是今年呢，我就犹豫了，因为我这个感觉不好啊，这种就是每次拿到微天地看的感觉很糟糕，所以呀，我就在这个网上搜了一下，就是知乎上对他的评价。都普遍很差，是吧？普遍很差，那还都是停留在10年前的时候就，17年的时候的都评价不高了。那17年之后的更是如此了。所以今天呢，吐槽微天地，我不喜欢啊，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喜欢，我也不主张大家去买。我从今天开始，我也不买了。我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围棋书的收藏迷啊，市面上的围棋书我几乎都不差了啊，但是呢，你的值，不值是不行，你就4块5，我都觉得不值。啊，这是关于这个微天地啊。再说说别的呢，咱上次说到3600题，然后3600题啊，这个死活部分呢，说实话啊，它也有它的缺陷，它光求量，它没有变化是不行的啊，尤其到高级部分这个内容。有很多题我看了半天我不懂，我也不懂啊，我承认我不懂。你有些变化图不给的话呀，那是不行的。这是这个3600题，这是一个遗憾吧。那首金3600题呢，我也买了呢，很遗憾，我中间一本书还整没了。看了这个高级篇，感觉还是很简单，它就实际也是
东抄西拼，那个东偷西拼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他还是这个作者还是用了心了，毕竟现在这个围棋书市场这么匮乏的情况下，像这3600题啊，作为长棋用的工具书，还是值得一看。但是我最推荐的还是这个辽宁这个出的这个围棋词典。那日本人写书，那人家真是兢兢业业，是吧？经得起推敲，这个版式啊，各方面都不错。后来我还有犹豫过一段时间呢，因为我买过一套这个新编长型啊，就是老聂挂名的，那么天津出版社出的。长型这个书呢，当时看着还可以，可以，毕竟这种书啊很少见，就是以长型的方式总结。那我呢，我还买了一个官子部分没看啊，只买没看。那前天我上香药店呢，看了一下他这个手筋，因为我一直也想看到底他手筋能写的什么，后来一看也都是大剪刀啊，一顿抄，是吧？所以没意思，就是有那一套那个辽科版，收那个日本的这个词典就够了。当然，如果你有条件呢，我也觉得其实弄一套这个吴清源的手筋词典也是不错的啊。我觉得那也是绝对的是从手筋来说吧，那是好书。还有就是刚才看了一个叫这个活棋新评啊，就是叫手筋新解，是日本人写的。那个日本人我都没听说过，是不是职业我都不知道。但是呢，看了一下棋形，他挑的棋形还挺经典的，不过也都是来自于这个实际秀行那个手筋词典。所以说来说去啊，大家翻来覆去都是这些东西啊，就是用人以前的。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当年的秀行啊，这些人了不起，很了不起。赵志勋啊、秀行啊这些，赵志勋那个死活呀，实际就是咱现在讲这个日本棋研基础篇那个内容里的多数是来自于这里，所以赵志勋那个也就那样了啊。这是这样这些内容。还有呢，就是想说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咱们后期啊会推出一个很大型的节目，就是秀行。秀行的，我会把秀行啊，我所搜集到的所有的秀行的书展现给大家。其中包括秀行争霸集，那也是个细节，而且内容写得非常精彩。看看日本人写这个故事，像写故事一样，非常的好看，不像人的那谁，不像张大勇卖弄文采，那没意思了。然后呢，就秀行的那个3套，其实我这不买了，这是第2次买了，这3套总共是将近20本了。那一套没了，但是后来我又重新买了一套，好书，确实是好书。孔祥明女士啊，这个为补充这个中国围棋书这个市场是做出了贡献这是秀行内容。还有就是坂田，这个我也打算以后呢，给介绍给大家，就是坂田的全集吧，坂田全集和这个坂田的名局细节部分。坂田全集呢，还是当初啊我的一个学生，其实是个成年人了。他当时已经到了一段了，要跟我学棋，也都10多年前了。这个送给我的一套书应该说这套书我个人认为啊，它排版上很糟糕，但是毕竟是坂田自己的口述，而且这套书现在市面上也还算是经久不衰吧。所以这是咱们后期啊，我打算推荐给大家的。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有这个围棋宝典就挺好了。我可不是围棋宝典的托啊，我先声明一点，因为我也在用。我当时就是我觉得很值啊，我才花了18块钱当了个他的所谓的这个会员吧，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容。现在我打谱呢，打这个朴槿环，柯洁，这都是从围棋宝典上打。因为新棋谱你也看不到嘛，他也不出啊。那说起棋谱书来，那就是谁，那个有个叫严什么忘了，严嵩，他出了好多这个打谱书，可是他的书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贵，他卖的老贵了，而且据说他当初还所谓
版权问题还跟那个谁谢赫啊，跟常浩还整的不亦乐乎，是吧？其实一个棋谱书，你说还较什么真儿，还什么版权？我觉得要说中国这个棋手真是，哎，没法说，是吧？那好吧，那今天就是啰啰嗦说了一大堆，是吧？我自己的感想吧。谢谢大家收看。